大家好，我是 Emma。今天视频呢，想接着上次继续聊我们这个网站网购的开箱的 Part 2。今天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就之前我录了一个我出了月子以后都在干嘛那个视频里面有好几天不同的口红嘛，然后有一天口红我忘记写，然后很多人问的就是这支 YSL 的这支 Kiss and Blush。颜色是10号，就是我今天嘴上和腮红上这个颜色，它是又可以当口红，又可以当那个腮红的。口红来讲吧，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超级不显唇纹，而且在嘴唇上很舒服，但是不是那么的持久。对，然后这个颜色我是觉得放在脸上跟嘴上都挺好看的，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应该气色看起来不错，因为昨天小查理睡得还不错，他一觉睡了4个半小时吧，就是感觉今天整个比上一期要有精神很多，有没有？那我们快把剩下这些东西开掉，从这一袋护肤品和彩妆品开始说起吧。Skin Food 我买的一个这个定妆粉叫做 Multi Finish Powder， 我先把上面这个纸给撕掉，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我很不喜欢它那个东西，商标啊、条形码会贴在这个产品上面。它是长这样子的 ，Multi Finishing Powder， 万用型的那个定妆粉是长这样子，有个小海绵 ，Skin Food。它那个味道是跟 Too Faced 那个盘是一模一样，因为也是桃子味的，好好闻，超级香的。我刚刚没有定到眼睛下面，粉质挺细的。在我皮肤上也看不太出来，刚刚又铺了一层。这个是当时我看网站上评分还蛮高的一个东西，还不错哎，没有任何颜色，但是在脸上没有什么粉感。然后下面还有蛮多的，我稍微速度快点讲吧，不然今天又要讲不完了。资生堂旗下的一个 Majorca 的一个睫毛膏，然后但是这个是我买的那个防晒，脸部的防晒嘛，我脸部防晒正好也是用完了，之前一直用的是资生堂系列的，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一瓶，我想说就试试看吧。这盒上面写着没有香料、没有颜色、也没有矿物油，你看是这个样子的，我感觉跟那个我之前很喜欢用的安娜晒的质地差不多的，都是薄薄的，而且它味道很香哎。柔柔的，这两个呢是 The Face Shop 的这个妆前打底，然后它们都是紫色系的，紫色系就可以综合脸上的紫色是干嘛的啊？是提亮和去脸上那个黄斑的那种，对，好像是啊，我脑子间有点转不动。总之也是在网站上评分蛮高的，我就买了2盒，想说送给朋友一个。我之前有用过那个雪花秀的这样子的一个，像是 Balancer 吧，就是综合脸上皮肤的。现在目前感觉它跟那个质地蛮像的，稍微比那个要粘稠一点，没有那么湿润，感觉油皮朋友应该也可以用。味道方面有点像那种就是欧美的防晒霜的那种味道。两个手有差吗？这边刚刚涂过，这边没有。这边还有一个高丝的护唇产品 ，SPF 18在里面，而且还好润哦。绝对是一个夏天适合用的。如果你唇部很干裂的话，而且在冬天这种时候，这个就太薄了。爱丽小屋他们家的眼影叫做 Play Color Eyes， 然后是那种酒红色系列的。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会颜色方面更加适合秋冬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颜色挺好看的，所以还是在网上下单了。外面呢是长这个样子的，很可爱的那个爱丽小屋他们家，然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超滑的，而且还挺显色的。我本来没有想说期望这么显色的一个感觉，因为是韩妆嘛。你看，这个雾面色就是没有刚刚那个这个颜色那么润滑的感觉。看这个亮晶晶的色好不好看？这个颜色就不太显色了，不是很均匀吧？我想试刚刚这个颜色试试看哎，在眼睛上，因为我感觉好漂亮，但是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好用，将就试一下好了。是的，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非常不好用了。我刚刚就是大概随意的在脸上抹一抹，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感觉它这些颜色的选择都很温柔，有没有？在下面有个 CanMake 的小腮红，是长这个样子的，超漂亮的一颗，有没有？2号颜色，刷子是纯白的，包括它刷柄都是白色的，看起来很干净。不是特别显色，但是感觉颜色还行。还是有点颜色的。这样子一个颜色。在下面还有一个 Press
Powder 也是刚刚资生堂旗下的那个 Majolica 包装，真的好日系啊！那种凸起来的月亮啊、星星啊，给我一种水冰月的感觉，月光宝盒的既视感，这样子的。打开，然后里面有一个海绵，它是那个 Press Powder 就定妆粉嘛，印了一个 M 在那里。这个带有一点点颜色，它会显白。这边和这边黑眼圈就稍微被盖住了一些嘛，因为它有一点颜色。这边有2个是我之前很早买的一个瘦脸的一个。就是 V 脸的一个面膜吧，它算是机器里面算是很便宜，因为它就是面膜。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绷带，你需要买。就之前我录过一个很早刚开频道的时候，跟 Regina 玩，然后录了一个那种搞笑的视频，就是我当时脸上贴的那个好像是胶带一样那种东西。你需要把这个面膜和那个绷带放在一块儿，就相当于它那个绷带帮你把这个面膜给勒在脸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们大概明不明白，但是总之呢，那个面膜贴在你的 V line 这边，就你的下巴这边，它会发热。贴一阵子以后，然后慢慢有一点点那种瘦脸的效果。为什么觉得它会有瘦脸呢？因为它这个面膜来的时候，就你买的时候，它会里面自带一把尺，是那种软尺，就纸质的。然后你在用之前，你会先量一量你这个下围的这个长度。然后我当时就试了一次嘛，我就是先量了，然后就是用了这个面膜，然后再一量，它真的有就小那么一点的，我不记得有多少，有半厘米啊，还是2毫米之类的。但是总之我当时就是在用它之前跟用它之后，的确有看到这边有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效果，当然这个效果肯定不是说永久的，不然每个人用下来用着就变成蛇精脸了，对不对总之会有一个帮你提升和紧致的一个效果吧。所以这一次我看到那个网站上我又买了一点这个面膜，因为我有那个绷带在家里。这边还有个 VC Matte Lipstick B1381吧，是它的那个颜色色号。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日系的口红它不能起一个名字什么的，会比较好记。是那种雾面质地的也不是很雾面了，是有点带光泽的。你看，这2个月吧，我对眼影什么的失去了兴趣，又回归到喜欢口红，买了好多新的，打算最近出一个就是我近期很喜欢的口红上嘴试色吧。平滑。不知道你们在视频里能不能听到这个洗碗机的声音，但我现在真的觉得蛮吵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说什么我也忘记了，被它那个声音吵到。可以说是非常不显色了。然后想要涂匀和不涂出来稍微有一点点难度。这一支呢是属于美白面膜，我最近就是还蛮想要美白的。对了，就我生完孩子以后除了肚子那一块还是黄黄的或者黑黑的吧，因为当时那个肚子被撑起来，但其他身上的很多地方突然间就变白了。包括我的手的这里还有这里还有那个就腋下，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怀孕以后腋下变得很黑什么的，突然间就变白了。化妆品系列还剩这2个是 BB Cushion， 一个是 Pony Effect Everlasting Cushion Foundation， 它里面有 SPF 50。韩妆里面我对 Pony Effect 这个牌子真的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之前用过他们的睫毛膏、眼线笔都没有什么被雷到那种，觉得就是想尝试一下吧。然后我其实已经戒掉这个 BB Cushion 很多时间了，觉得遮瑕度像你们讲的就又不是很高，然后不是说特别的持久，但是最近就是时间有限嘛，比如说有的时候带 Charlie 出去散个步或者是带 Charlie 出去买东西那种，你们知道带小孩，特别是2个半月大的小孩出去就跟打仗一样，有好多东西，它整个奶包也是非常重的，你需要不停的往里添东西，所以时间上来说没有时间，就是慢慢的在那边画粉底液或者粉霜之类的，就想回归到那个 BB Cushion， 就平时生活中的时候，稍微这样拍2下就可以出门了，不会看上去气色特别差。里面一个是它的正装是长这样子的，就还蛮好看的。另外它有附赠一个气垫，跟很多那个气垫粉底是一样的，气垫是长这样的。黑色的，稍微有一点轻，就不是说摸起来很厚重、质感很好那种，但是看上去也不会说很 low 的感觉。还有另外一块 BB Cushion 呢，是长这样的，叫做 April Skin Black Magic Snow Cushion， 没有替代，它只有这样子的一盒，也是黑色的这样子的粉扑。现在是 BB Cushion 都流行做黑色的粉扑了吗？之后如果好用的话，你们会在我其他的视频里看到。还有最后3件衣服，讲完了以后，这个视频就结束啦。红色的裙子这样子的，虽然肚子还没有完全减下来，但是至少还是可以穿这种系腰带在腰上面的，所以我打算是给你们看一下。当当当，就这样子的，还挺好看的，是一个 V 领的，就比较普通吧，比较 basic 的一件裙子。
因为它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它的质量可以说是非常普通了，有点像摸上去有点像那种毛巾的质量吧。但我觉得这个红色还是红的蛮正的，所以如果你买衣服有一个 budget 或怎么样，想说买一个裙子可以偶尔有什么场合可以穿一下，这个裙子还 OK 哎，至少在我现在身上还挺舒服的，搭黑色头发，蛮显白的。这个裙子长度是到这里哦。就是还有点短，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件衣服，好久没有做穿搭嘞，就是因为最近腰回来了嘛，可以买一些新的裤子什么的。你们想不想看穿搭？因为我最近也买了一些衣服什么的。去年真的一整年没有买衣服，好吗？这个 hoodie 质量摸上去很薄，它是相当薄，可以夏天穿。这样打开它那个里面啊，基本上稍微这样用力一点，你可以针线里面看出去有一点点洞的那种，就是真的是很薄的那种。好，这一件呢是这个样子的 ，I love you， 然后被划掉了，我感觉是那种经过了一个非常心酸的 break up 之后，发了一个简讯，然后删掉，那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个差不多价格是比较便宜，所以说质量也是比较 Forever 21或者是淘宝那种质量吧。你想走那种比较 street 的风格，下面穿一条短的牛仔裤露腿啊，这个衣服是完全 OK 的，因为它袖子也是那种比较大大的。没有任何的束缚，搭配我们刚刚那个帽子，可以说是挺酷的了。还有一件是什么？好像是一个短裙，不太方便试给大家看了，因为没有人帮我拿照相机，看上去很像那种学校的校服，看着很透，感觉里面的内裤都能被看到。所以我这个短裙就不试给大家看了。好，那以上呢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网站上购买的网站上购买的一大堆东西的开箱的第2弹，也就是 Part 2，也就完成了我们所有的开箱吧。那所有的东西我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下面的信息栏看，我都会写在那里，包括我今天的妆容啊，今天的粉底液，今天的眼影啊，今天的不拉不拉不拉。如果你喜欢今天这视频，还是一样可以在旁边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可以点击旁边关注我，这样以后有更新的话你就能收到提醒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